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祥瑞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人性写实黑暗动画《喵汤》。故事的一开始，在某一个夏天，主角猫弟在浴室里玩水，接着猫弟去找寻自己的爸爸妈妈说话，却发现自己的父母怎么都不理他。于是转头去找了自己的姐姐，却发现有人将猫姐带走了。于是猫弟追了出去看了看，在巷口巧遇出来买菜的三姑六婆。于是上前搭了话，却发现自己好像隐形人似的。于是猫弟开始感觉奇怪，但也不想太多，继续寻找猫姐。走着走着，到了傍晚，遇见了带走姐姐的那个凶手。猫弟遇到了猫姐，跟她说：“赶快回家吧。”却见死神怎么样都不肯放他走。于是猫弟拉着猫姐的手，想尽办法的把她拽回家。就这么用力拉啊拉的，猫姐就变一半了。猫弟吓得赶紧把另一半的猫姐带回家。此时镜头转到猫弟在玩水的画面，原来刚刚是猫弟溺水了，是由于灵魂出窍遇见在彼岸路上的死神与猫姐。此时见到猫医生来家里宣告猫姐的不治，而猫弟把刚刚抢到的灵魂放进了猫姐的嘴巴里，猫姐醒了。当下的猫医生则是疑惑又险些抱歉的表情。由于猫弟放入猫姐的灵魂只有一半，而猫姐的表情也只恢复了一半。猫弟突然想起那晚死神告诉他，如要姐姐的另一半灵魂则需要橘色小花。于是猫弟带着猫姐开始寻找橘色小花之旅。在一开始的第一站来到了马戏团。登场的魔术师因观众的喝彩表演了人体切割术，随着观众的情绪高昂，魔法师念念咒语，便将四分五裂的人又再度恢复了原状。只要观众喜欢，他能变出观众期望的事物。随后他变出了一只透明的巨鸟，人们越看越兴奋，绳子也就越勒越紧。巨鸟的体内出现了洪水与乌云，巨鸟最终承受不住压力爆炸了。爆炸后的洪水淹没了马戏团，甚至淹没了世界。猫弟赶紧带着猫姐搭上小船离开。在船上的旅途，此时的伙伴多了一个善良的小猪。小猪好心的打捞了几条鱼给猫姐弟，没想到猫弟居然扑向小猪，拿了他的肉炸给姐姐吃。他把最后一块肉给了小猪，小猪却心怀感激的吃起了自己的肉。而刚刚打捞上来的鱼，因为猫弟吃饱了，却伺机逃跑了。剩下的鱼骨头的他，在大海中遨游。到了岸边的猫弟看到鱼骨，于是尝了一口，不料却被揍了一拳。此时上帝拿起了泡在水里的地球，洪水退去，地上发生了旱灾。小猪辛苦地背着猫姐弟在沙漠上行走。然而这份辛苦并没有得到猫弟的感激，猫弟甚至用棍棒在小猪的头上敲出了几个脓包，并且用刀把脓包切下来吃，但脓包实在太难吃了。猫弟吐掉了嘴里的脓包后变本加厉，拿起木棒更愤怒地敲击，而猫姐也跟着狠狠地打了小猪。一直以来沉默的小猪终于生气了，他凭借着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咬断了猫弟弟的手臂。随后猫弟到了一个裁缝店，遇见了一个老婆婆，轻松地缝合了猫弟的手臂。原来小猪死前的反抗伤不了弟弟的分毫。猫弟弟看见了袋子里的手臂，头也不回地带着猫姐姐跑了。随着傍晚的降临，姐弟俩来到了一个豪华的屋子。好心的屋主为了善待旅途辛苦的姐弟，将自己门口养的鸟烤了给姐弟俩吃。当然面临这种奇怪的好意，屋主只是想把猫姐弟熬煮成美味的猫汤。屋主换了身衣装，变身成了一个坏人。当然猫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抢起了那把大剪刀，让屋主成为那汤中美味的佳肴，便离开了房子。猫弟在干旱的沙漠中挖出了一只水象，水象让他们在沙漠中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水象渐渐的蒸发了，而猫弟尝试再挖出一只水象出来，结果却怎么挖都挖不到。上帝正在享用他的餐点，不小心将一半的食物掉入了齿轮。由于时间齿轮被食物卡住了，导致时间的静止。在静止的世界里，猫弟愉快地玩耍，他碰上一个准备自杀的女人，将她的眼泪打掉了，踩碎了。上帝开始转动齿轮，这时的上帝让时间加速了，猫姐弟们迅速地变老。原来上帝是为了捡起他的食物，才因而将齿轮加速。顺时针的转速太快，并没有让上帝捡到食物，于是上帝将齿轮停止，再倒转一次，才成功的将食物捡起来。猫弟弟经过了三番波折，终于找到了橘色小花，让猫姐姐恢复了正常。于是他们的生活最终恢复了正常，一家人开心的吃着晚饭。然而在猫弟去上厕所时，家人却一个一个的消失了。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而这个33分钟的默剧里，已故的作者想表达的意义，也许是他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不满，
马戏团的插曲也许是想告诉我们，在网络的世界里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只要观众们喜欢，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出一切你想要的样子。而在船上的猪小弟，则是暗喻着社会上的善心人士能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，给予帮助的人们，但往往得到的都是好心没好报的下场，最终自己也反抗不了人性，即便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去咬对方一口，也无法给予社会上的大财团有着任何分毫的伤害。有时人们敬仰的上帝，人们强烈的希望时间能够停止或倒转，即便倒转了，那背后的原因也许只是上帝想要捡起他掉落的食物罢了。我们人们总喜欢对号入座，把一切无关的事情强行的扭曲参与。其实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，有时候弄巧成拙的美意，在人们的好奇心探究下，真相的背后总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。则最后的橘色小花，如有仔细看会发现，这朵小花在一开始的自家门口就有了。这也暗喻着树上千高，落叶归根。人们常常会为了不知名的目的而努力，而最终想要的东西却在离自己最近的距离。看完了这个默剧，心中产生出许多的感慨。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欢迎你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祥瑞，我们下周再见。